师兄，这么多年，你很认真的在研习武功啊。医者要救人，首先要会保护自己。师兄，可惜你太天真了。师兄啊，师兄，没想到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中。要杀了他吗？先带回唐门。乖女啊，走啊，看灯会哈。哎，让这苏沐雨一走，把这个院子里头的神器都带走了。我那个活蹦乱跳的女的，我只是觉得，苏沐雨这个人，心里想的事情很多，可都喜欢憋在心里，能把自己憋死，也不觉得难受。哼，比起苏桑霍那个小子，苏沐雨算好的了。你可以猜到苏沐雨在想什么，但你根本猜不到苏桑霍在想什么。猜不到，我也想不明白。就比如现在，我就想不明白，我们为何会一次又一次的别离？哎呀，傻闺女，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起的啊。他们是暗火，虽然在你心里面，你们彼此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朋友，但他们毕竟是暗火。暗火营就是在这个世间不容易存在，并不是他们不把你当朋友，只是他们不希望危险落到身上的时候，也波及到你。
好了，好，莫难过了。锦城，不错的地方。这望城山就在附近，你不想上去见见你崇拜的那个道士？算了吧，毕竟穆家家主拜会望城山，听起来还挺骇人的。穆家家主原来这么年轻啊！看来想去望城山也来不及了。唐门的朋友已经到了，还不是朋友吧？谁又知道呢？阎王帖，这就是你们唐门的待客之道吗？这里是唐门的地盘，唐门出来见人，也需要遮遮掩掩，不以真面目示人吗？唐灵皇何在？与我们暗河相约，就算提前出城迎接，为何来的人不是他？哼，为何你觉得我不是唐灵皇呢？若你是唐灵皇的话，方才我手中这柄唐木剑，早就应该化为粉碎了才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如他喽？这可是你说的，雪薇。敢在唐门面前用毒，真是可笑。可笑？我穆家钻研鬼术多年，在用毒方面，可丝毫不逊色于你们唐门。开阵！毒物开鬼门，福道见真火。这是唐门的四方黑水阵，在毒花面前用毒，可笑，叹为观止啊！这个女子，居然能将毒术修炼到如此精湛的地步。毒术，不仅如此，接下来的事应该会更加有趣。唐门的这位兄弟，我们暗河来此并无恶意，为何二话不说便要开打呢？遇到了暗河，还能有什么好事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个女子是个毒人。想不到暗河穆家居然能培育出这样一个毒人。暗河的毒花，我要它。我明白了，唐门已经在别人的控制中了，所以你们对暗河的到来充满敌意。妄言！我浑身上下皆是菌，你们找死找得也太快了。怎么回事？穆青瑶，雪薇，
见血封喉，他们怎么没有反应？莫非他们之中有和雪薇一样的毒人？我知道了，他们两个就是大家长心中所说的药人。没有知觉，不知味觉，百毒不侵。原来如此，雪薇。太难得了，没想到世间居然有这么完美的毒人。你是谁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带他走。雪薇。可别小看我们唐门了。乖女啊，哪开来的小怪兽？追命蛇。追命蛇。这是我们药王谷一脉，每个人都会养的保命之物。若是遇到天大的危险时，我们便会悄悄放出追命蛇。追命蛇会爬山涉水，一路前行，寻到另一个药王谷门人那里。还有这种事啊？我那小师侄，如此谨慎一个人，竟也会遇到危险吗？九天得必一凡尘，万木千川始真真。草树云山染景色，风月难及此间无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施剑仙所写的诗，描绘的就是这座锦城。如今你踏入这座城池，有什么感想？很多年前，我便来过这座锦城。啊？所谓何事啊？当年身为暗河的执三鬼，还能为了何事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是在干什么啊，孙子？你看得懂吗？怎么？4条。这叫麻雀牌，在锦城之中很是流行。喝茶打麻雀牌，或者搬条凳子，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，这便是锦城人的生活。龙门阵是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吗？要是这么说，倒也没错，确实因为他们围在一起的架势，很像前朝薛将军围困达鲁时的架势。可这锦城内有唐门坐镇，外有望城山护，多年以来太平无事。这锦城人没事摆龙门阵做什么？只是说这个架势很像，实际上他们围在一起，也就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琐事。嗨，那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吹牛吗？哼！嗨，苏沐雨，怎么今天一直是在我问问题，你在替我解答？咱俩这角色是不是忽然反了？那个在生活里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是你吗？因为当年为了对付一个高手，我在锦城整整住了3个月，所以对这儿有比较深的了解。服了！服了便是赢了。自然是赢了，128分，给钱给钱。你小子也就手气好，来再来，还玩呢？哪个嘞？打牌嘞，莫打话。穆馆主，花袜子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在骂我？锦城话，问候你好的意思。
幽默，这位仁兄真是幽默。瓜子，若不是你说的这么真诚，我还以为你在挑衅我。穆观主，这是你好的意思吗？大家长和苏家家族来此，咋个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呢？晓得好提前安排。我这兄弟，当年在锦城住了3个月，都是你在招待他。是的。所以刚才那句瓜娃子，也是你教给他的问候语。我是和苏家教主开个玩笑，没想到苏家教主便当真了。后来我就没再解释。难怪当年刘一龙与我对剑之时，神色如此愤怒。原来这句话是骂人的。不是我，谁让你是做一个彬彬有礼的刺客，杀人之前还问好。你这一句瓜娃子，怕是让那个刘玉龙气得连剑都打不稳了。差不多成了。好，不笑了。这比我们锦城变天还快。穆观主，小的在。方才你说未曾知会我们就来了。小的错了，大家长和苏家家属是啥身份，想来便是了，咋个需要小的知会？是小的失言了，失言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早就知会过你了，甚至于在这里等着我们的还有他们。他们？哪个？一个是穆雪薇，毒花，还有一个，你这些年驻守锦城还未见过他，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你的家主了，他就是穆清扬。你未曾见过他们？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曾见过他们。如果是穆家家族来我这小茶馆，我咋个可能不知道呢？情况有些不妙啊。可以说是非常不妙。长河，雨墨人呢？进城前他还与我们在一起。雨墨已经先我们一步潜入了唐门。潜入唐门？都说这唐家堡是龙潭虎穴，我看也没这么难进。什么人敢闯我唐门禁地？原来是个小少年啊！反应速度倒是挺快，别动，再动就别怪姐姐我对你不手下留情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你这指尖刃不错，我看着倒是有几分眼熟。跟谁学的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是要威胁我？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你是唐连月的小徒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，有什么样的师傅，就带出什么样的徒弟。真是笨啊！我随便一试探，你就全说出来了。你骗我！你方才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问我是谁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是你未来的师娘。什么？你……嘘！你想把别人都喊过来啊？放心，我看着像坏人吗？真的是你师娘。可是，我师父那样的人真的会有喜欢的女子吗？但假设他有了喜欢的女子，肯定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吧？真是个可爱的小徒儿。你乱说什么呀？好吧，
小徒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唐莲，莲花的莲。你师父叫唐莲月，你叫唐莲，真有意思。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带我去见他吧。哎，等等，就算我师父有喜欢的女子，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女子？这还要证据啊？好吧。很熟悉吧？这是师父的指尖刃。对，这是你师父送给我的。他说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。这下你相信了吧？你总不会以为以我这样一个弱女子的武功，能从你师父的身上拿走他的贴身武器吧？可是，师娘，我师父他最近在闭关，连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。闭关？他那日进了莲月阁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听师叔说是去闭关练功了，就在那里。他闭关是不知道我要来，我去见他，他不就出来了？哎，不行啊，师娘，莲月阁外有2位内防师叔把守，他们向来执法很严，可不会管你跟师父是什么关系。我有好几次请求去见师父，也都被拒回来了。是吗？哎，师娘，师娘，福禄说和天禄说果然很不对。什么意思？他人若论起辈分来，甚至能算是师父的长辈，怎么会替他守关？之前只有1人也就罢了，如今2人同时出现，难道说师父的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师娘，谁在那儿？天禄叔，福禄叔今日也在。原来是小唐莲呐，又睡不着了？挂念师傅了，所以来看看。哦，你师傅在闭关呢。看来，师傅这次的闭关真的很重要，还要劳烦2位叔父熬夜为其守关。哈哈，福禄，刚才上面的动静不太对，我去看一下。他要做什么？住手！这是唐莲月，师父，师父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你是谁？师父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不可，有何不可？这小子，哪怕根苗再好，也跟他师父一个脾性。如今，他已经知道他师父受困于我们，更是留不得。等等，暗器宝库的位置只有他和唐灵皇知晓，在没有问出消息之前，尊师都不让咱们杀他。
唐莲是他唯一的徒弟，也算是他的软肋。田洛，找个地方先把他关起来吧，我去和尊使说一下方才的变故。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可有什么发现啊？我潜入唐门，遇到了唐连月的小徒弟唐莲，才发现唐连月被困在了连月阁。唐莲为了掩护我，被唐天禄和唐福禄抓到了。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。雨墨，别急，再说仔细一些。唐连月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冰封住了，3尺之内，寻常活物都靠近不得。冰月天蚕，我曾听神医提起过这东西，它极其少见。但却能将武功极高之人瞬间冻住。不过也有时限，或许他们会每日过去补充，以长期控制住唐连月。至于为何不杀他，也许唐连月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。或许青阳和雪薇也在这唐门之中。青阳、雪薇，他们出事了。唉，是啊，如今的唐门还真是龙潭虎穴。虽然危险，但确实得再入唐门一趟。不过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周全的计划。我们派去锦城的人还没有回来吗？是，我们新派去的人，还有原本在锦城分堂的弟子，全部都失去了联系。此前还能给玄武使送信，如今连信都送不进去。所以我们认为，锦城最近一定会有大事发生。锦城若有大事发生，定在唐门。唉，唐门的事本是江湖事，与我们白小堂关系不大。可是，在唐门之中，却有我的好兄弟唐连月。他这么一个有原则的人，缘何会这么久都不回天启城复命？唐门若有变，定是江湖要变。暗河有什么行动吗？苏昌和苏沐雨等人皆已入锦城，但入城之后如何？我们这……只有暗河还是不够放心啊，得请一个放心且厉害的人再去一趟唐门。真是麻烦。都几天了，这唐门的人就是穷追不舍。难道我真的命绝于此吗？去吧，若锦城中有我暗河子弟，便来救我。他在那儿，追！看来你是被仇家追至此处。你是望城山的人？望城山？哼！我看着难道像个道士吗？阿离，我像个道士吗？兄台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我有很多秘宝，可以与你交换。哼，我不稀罕。你且告诉我，你的仇敌是谁？
唐门。唐门。算你运气好，我不问你姓氏，也不问你来历。唐门要杀你，那我就救你。上来吧。哪里跑？九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多谢兄台出手相救。不问我为什么听到唐门2字就选择救你？你若不说，我便不问。江湖之事，多问多灾嘛。你倒是个聪明人。我姓雷。雷家宝的雷。不错，我雷家宝素来与唐门不和。能顺便给他们找点麻烦也是不错。你是他们的敌人，那我就救你。那兄台算是救对人了。这一次，我若是能活下去，我一定给他们找点麻烦，以报兄台的大恩。纸蝶引魂，纸蝶引魂，那岂不是穆家主？是，这是只有穆家家主才能拥有的引魂蝶。此蝶一出，黄泉门开，万蝶追随。穆青阳使用了引魂蝶，看来看来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穆青阳没死，但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，穆青阳马上就要死了。便让他引路吧。好。你们在此处等我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？这份恩情，我得记下来。我叫雷云鹤。原来是雷门双子啊！久仰，久仰。我还有要事在身，需先行离去。希望你所说的给他们找的麻烦，不会让我失望。阿离，我们走。真是个有趣的家伙。暗河的纸伞鬼，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唐门长老唐天禄，我们曾见过。你们唐门的人都是如此迎接远来之客的吗？谁会认为暗河的纸伞鬼是客人呢？据说你经常出现在阴冷的雨夜，犹如索命的鬼差，游荡的亡魂。